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很高兴大家又来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今天是我们进阶班形态的开盘法，在初级班的时候，我们先跟大家讲如何看懂江波图，如何画江波图。然后到了中级班的时候，我们用上涨的例子，举例给大家看，就是说如果开高的话，一高盘怎么做，二高盘怎么做，三高盘怎么做。那到了进阶班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是说，下跌盘是怎么做？请大家看一下我为大家准备的图片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在下跌的部分呢，在看懂江波图这个地方，行开盘的方式，在下跌的部分呢，它跟上涨的部分是一样的，它有分所谓的1点低盘、2点低盘、3点低盘。那一样的道理，在1点低盘这个地方，它其实虽然是开跌，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盘整的盘。那在2点低盘这个地方呢，它原则上是一个盘整盘，但是它又有分2低弱跟2低强，跟我们在2点高盘一样有一个强跟弱。后面我会问各位做比较详细的分析。那第3个地方是所谓的3点低盘，就是45度下杀的盘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口诀就是说，3低盘的尾盘最容易收最低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比较详细的部分。首先我们看一下一低震荡哈，一样这些所谓的理论的部分，大家有时间慢慢去看，在部落格写得很详细。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哈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江波图是2022年1月20号，那我已经把它经过整理了哈。它是开低，开一低，然后反弹有过平盘以上再下来，这种就叫做一低震荡盘。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，就是说每次开低大家就很害怕一直往下杀。但是不管是1点低盘或2点低盘，只要它的反弹有过平盘的话，通常它就是一个震荡盘，大家就不用过于忧虑哈。除非就是说有特殊盘的情况，不然来讲的话，有超过平盘的话，它通常都不会太差。所以大家看一下，它先杀下来一个 N， 接下去它又上涨一个 N 加 N， 然后接下来再去做一个回档，所以它等于说开低，但是收盘大概是在平盘左右，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震荡盘。那所以在一低震荡的操作的手法的话，就是一个 N 一个 N 的做。那一样就是说，我们看懂了江波图，已经界定它是一低震荡，接下去我们就是把重要的关键点位，在重要的时间点把它标示出来。标示出来以后，我不是跟各位讲说一个 N 一个 N 的做嘛？所以在做的过程之中，比如说它已经下跌了。然后下跌完以后，我们就知道它反弹。那反弹这个地方一定就是反压。那这个反压那么高，你说怎么可能会到呢？那你就先设平盘这个地方，等到它过了平盘以后，然后你再去看它相对时间点的压力。所以大家这样看清楚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它第一个杀下来的过程中，你迅速做运算的时候，事实上它在虚拟低杀多低这个地方，它就做一个止跌的动作。那它这个地方因为有突破平盘，所以你就会知道它要连续做下跌的。N 加 N 的几率会相对比较少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心中就会有谱了，它是一个震荡盘，那你就不用去如果你是做放空的话，那你这个地方就不会是做一个比较长的短线，你可能就回补，然后反手做多完以后1、2、3、4涨完以后，然后我们再下空单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2点低盘，那2点低盘跟2点高盘一样，它有2个可以分，一个叫做2低强盘，一个叫做2低弱盘。它的分也就是说，我开2点低盘下去之后，我有没有反弹到平盘以上？如果有反弹到平盘以上的话，那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接下去我们大家看下去。好，那第一我们讲2点低盘弱势盘，弱势盘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开低了，然后它在重要的时间点、重要的关键点位以后，它又继续的不过压力，然后又跌破支撑。所以这个就是下跌 N 型扩大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图形很熟悉呢？有，我们在初级班的时候所运用的例子就是这个例子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说，当所谓的2低盘，就是它开低以后，它反弹不像1低盘，它可以过平盘。当一个当天指数开低，在它一个反弹点没有过平盘的时候，你心里就要准备了，它有可能会下跌 N 型扩大。所以在反弹的过程之中，有没有过1/2很重要，然后有没有过所谓的45度点突破点都是
非常重点。所以这个盘势一开出来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先空嘛，先空完以后，到了1、2、3、4走完的时候，你再去做一个回补的动作。那所以大家就只要把重要的基本操作记起来，然后重要的关键点位跟时间标注起来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在做期货或个股的部分就会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2D 落盘的时候，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哈，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呢跟刚刚那张图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加入了时间点的部分，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起跌 N 或是一个起涨 N， 它是40分钟到60分钟，所以我们在前面你看，第一个起跌 N 是41分钟，反弹不过1/2，那这个部分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，因为它下跌 N 型扩大，但是我们要以 N 为主，它完成这个 N 的时候，它的时间拖长了，所以说时间是用来辅佐形态的。那这个地方大家如果了解的话，那配合时间配合价位就比较好去做当冲的策略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二点低盘的弱势盘，它是找买卖点，就是在价量行使合一的地方。那一样的道理，就是说除了这些关键点位之外，我们可以运用我们在上一堂课中级班教大家的，就是最小目标价、虚拟目标价、最大目标价的算法去算。如果说这个2点低盘它是一个盘整盘的话，是怎么去算？那你一看这个就是趋势盘嘛，因为它又往下杀。那同样的，如果是趋势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用龙行8步的算法去教大家说，会不会杀到2-1这个地方？所以说每一种方法都可以灵活运用起来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一下，讲了那么多2点低盘弱盘，那什么叫强盘呢？就是我跟大家讲，不管它开多低，它在反弹的过程中，只要过了平盘以上，它这就叫做2D 强盘。那讲简单一点，就是说它开低反弹，这个波折没有过平盘，所以它不是1点低盘，它是2点低盘。可是它在杀下去的过程中，它又在相对的支撑的地方，它守住了哈。接下去它往上攻，也就是说它下杀的时候没有办法过所谓的这边的-0.2+2，就是我们所谓的45度突破点，只是用在指数方面，我们把它用叫做-0.2+2，好。那所以就是45度突破点，它没有跌破的时候，那它就会有反弹的机会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点2点低盘，它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下跌的 N 型，只是它中间做一个反弹的时候拉1、2、3、4，那它所以可以成为，你会说，我不知道它下跌一个 N 型，我怎么知道它反弹一个 N？还是要反弹 N 加 N， 很简单，你看它反弹一个 N， 下跌回来时候我们守住1/2有，所以它就要把1、2、3、4走完以后，再做一个下跌 N。OK， 那这样的大家应该都了解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介绍的是所谓的3点低盘。3点低盘，我想这个通常大家常常看到，就是有国际上的利空或是突发性的利空发生的时候，一开出来可能就开始大跌了。那大跌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它反弹没有过1/2，而且它反弹幅度非常弱，这时候你心里就要有一个准备了，今天可能是2D 或是3D， 这时候赶快用2个点位就可以迅速算出所谓的就是 A 跟 B 就可以迅速算出45度辅助线还有虚拟高上下支撑都赶快算出来。然后接下去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，反弹过不过1/2，不过1/2 ，OK， 下跌 N 型扩大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这边的时间就相对对称了，跟我们前面举的例子不一样。然后你看它的起跌 N 跟侧幅 N 的 N 型是不是时间就有对称了？而且它也同时完成了形状1、2、3、4，所以在3点低盘这个地方，你在操作的过程中，如果能跟时间配合的和形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你在3点低盘要这个地方做空，这个地方回补，然后可以去抢一个反弹。不过3点低盘这个地方还是以做空为主的，就是成功的几率会相对比较高。那我们可以去看啦，这边是一个N 加 N 的时间，大概100多分钟。那同样它反弹也是一个时间，是不是一样有一个对称性？那你这个地方你可能会告诉我说，你不告诉我说反弹只有1/2的时间吗？因为这是一天的部分，那你不知道它前面下跌，它有可能说它的前面这个地方是下跌，就是连前天的昨天的前一个交易日是下跌，然后这边做一个反弹，所以它的时间是从这边算过来，再到这边，然后再下去。所以我在教大家江波图的时候，我们是先教单日，然后等到你练习起来的时候，可以每天的江波图接起来你就会做
从极短线会做到短线的部分。OK， 那经过我刚刚介绍的1点低盘、2点低盘、3点低盘，相信大家对于这部分已经有大概的了解了。那到了节目的最后的尾声的时候，我相信投资人会说：“哎，你讲的1点低盘、1点高盘，或者说2点、3点这些，那有没有例外的情况呢？”当然有啦，那就是我们下一堂课在专业班要跟各位讲的特殊盘态。那这个是非常精彩，就是大家常常会遇到从涨停到跌停，跌停到涨停。那我要怎么看这个盘态才知道当天有可能从跌停到涨停，或从涨停到跌停，或甚至开高一定会走低呢？或者是开高走高呢 ？OK，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各位见分享。到了最后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星期再见喽，拜。